回来了，学长。哎，同学，同学，对，就你，来帮个忙。来啦。你就喝不醉啊？听说你们家之前开了个酒厂，后来厂子黄了，好像还死了个人呢。听说还有人上他们家找事儿呢。你胡说，我们家没害死人，我爸把酒厂关了是为了给我治病的。你还有病呢？滚，离我远点！病句。对，我就是有病，还传染呢。别欺负女同学。以后有人欺负你，可以找我。高28班，易北道。你回来啦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现在在哪儿啊？
老板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再睡会儿。昨天晚上我失眠了，没睡好，实在太困了。起来，起来！你给我说清楚，楼下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屋子里的调料、零食、锅碗瓢盆，我的鱼，还有那只猫。昨天晚上我失眠了，本来想去找你聊天，结果发现你睡了，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。啊，那些零食都是我买的，我看你平时工作实在太辛苦，晚上熬夜肯定会饿啊，到时候咱俩可以一起吃，就当我请你了。不过如果你非要给我报销呢，我也没有意见，发票我都留着呢。我从来都不吃垃圾食品，你也不许吃，都给我扔掉。不吃垃圾食品也行。我跟你说，我手艺可好了。昨天晚上我饿了吧，就给自己煮了包面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我可以先给你做一顿试试。反正调料我都买好了，到时候你多给我加一份厨子的钱就行。我怕被你给毒死了。也是，像你这么讨厌的人，被人毒死也不奇怪。猫呢？哦，猫啊，它昨天晚上扒门一直叫，我看它又冷又饿，就把它抱回家了。你心疼流浪猫，你就不心疼我鱼缸里的鱼吗？它们凭什么平白无故被野猫吃掉？猫把你鱼吃啦？那你凭什么说是它吃的？那是猫啊！你有没有点常识啊你？那是它的不对，你可以教育它呀。我限你24小时之内把它给我处理掉。哦。还有，你屋子里面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我收拾好，晚上不准开灯睡觉。啊，别的都可以啊，不开灯我睡不着，我怕黑。你也有怕的东西啊？我以为你女超人转世呢你。我休息不好是小事，要是影响了你的味觉，那可就不好啦。电费从你工资里面扣。越有钱越吝啬。哎，你长痘了。我真是遇见你各种不顺，要不是看你是个傻子，我真以为你是我爸派来的。你凭什么说我傻？人傻还不自知，你真是令人费解。一大早脾气这么臭，你不长痘谁长痘？你赶紧收拾好给我下来，快点儿。好的，豆豆。你赶紧给我收拾干净。许久没有重大新闻曝光的酒瓶界，近日终于有了大动作。被誉为酒瓶界大儒的著名酒瓶人沐春风，此次无预警发难，挑战天才酒瓶人陆微寻。陆微寻对此事尚未作出回应。就此次挑战事件，我们将做出持续的跟踪报道。现在让我们看看粉丝们的看法。有什么好讨论的啊？沐春风的目的不就是想红吗？我们粉丝最讨厌这种蹭热度的行为。哎，你们说陆微寻会应战吗？难说，他性格太古怪了，
这陆微寻只跟我们一家杂志社签订了协议，他要是赢了，对我们自然是有好处的。可他若是输了呢？这陆微寻有绝对味觉，怕什么？是男人就不应该怂，正面刚啊！陆微寻不会输，理智对抗黑粉哦。但他也没必要应战。哎，啥意思啊，猪猪？这是什么？看起来……以后不准吃辣椒。可是我很喜欢吃辣。戒掉。为什么？戒掉。暴君。何小姐，我聘用你来是来享乐的，是吗？我们只有3次味觉交换的机会，而我的工作却很多，我需要你全力配合我。你想让我做你的味觉外挂？外挂？你充其量只能算个容器。我觉得这件事啊，我会尽快安排下去。您找我来是想聊陆微寻的事儿吗？没错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我的看法？我只对他的稿件负责，不对他这个人负责。对于他是否迎接沐春风的挑战，我无从知晓。陆微寻入行这么多年，只在我们 Dr. Wine 一家开专栏。就目前来说，可能你是圈内唯一一个能说动他或者搞定他的人。在你之前，他已经赶走了5位资深编辑了。换句话说吧，他这个人为人低调。这个栏目是他唯一跟这个圈子的联系，在圈内，可能你是他唯一的朋友。我这么说不为过吧？朋友？陆微寻没有朋友，我和他也不能成为朋友。如果你想让我说服他迎接挑战，这我做不到。现在尝尝。这么多好吃的，我先吃哪一个呢？好吃。什么味道？甜的。甜的？哪种甜？光甜这个版本，按照甜度划分，就分为果糖、葡萄糖、麦芽糖和蔗糖，而蔗糖中又分为红糖、黑糖、白糖、冰糖和方糖。不同的原料通过各种加工，制作成不同的食物。比如说，瑞士糖、水果糖、奶糖、花生糖、芝麻糖、薄荷糖、棒棒糖、棉花糖、酥心糖、太妃糖，光是糖的种类就有这么多，更别说其他复杂的食材了。论方法，没有绝对的捷径，只能靠你自己努力的去背。今天先记住这些糖的味道。陆老师，我们能不能循序渐进？要记住这些所有的味道，我大概需要1个星期。那只能说明你笨。今天必须得记住。可是，我今天晚上有事儿啊。哎，是不是我都记下来了，我就能出去了？没有绝对的自由，所有自由都是和约束相捆绑的。什么意思？记住才能走。Dr. Wine 是业界第1的葡萄酒杂志，
而陆微寻是拥有绝对味觉的天才酒评人，强强联手，地位牢不可破。他应战的话，赢了不过是锦上添花，可输了就是一败涂地了。您行事一向稳妥，我实在想不到你想让他入局的理由。陆微寻会败吗？陆微寻会不会败，我不敢保证，但我尽力不让杂志社败。米娅，就算稳坐业界第一，但是杂志社仍然需要锦上添花。我会谨慎行事的。齁死了。当容器不简单吧？你要出门啊？记住了吗？我快饿死了，都已经尝了一天了，我的脑子、嗓子还有胃，都快被糖给糊住了。你的胃倒是比脑子好使啊。这个饥饿容易影响味觉的判断，我这还不都是为了你的味觉着想吗？晚上10点，忌盐忌酒。吃晚饭之前，拍张和食物的合照给我。陆老板，您放心，陆老板您慢走。陆老板注意安全啊！菊正宗，将酿好的清酒再放入杉木桶中，待其达到口感最佳时再取出。因此，这款樽酒在日本酒原有的风味上兼具吉野杉木特有的清香味儿。陆先生，大意了，没想到他会现场开酒，不能让他察觉端倪。好喝。陆先生这次的品鉴词格外的简练啊。酒香味烈，不愧被称为男人之酒。不绕弯子了，这次我不仅仅为送酒而来。沐春风的挑战，如果你是为了说服我参加挑战而来，那这顿饭你算是白请。我不是来说服你的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些信息。至于接不接受，还是您来决定。没想到我的编辑除了工作之外，还热衷于八卦。陆先生，不求您拿我当朋友，只是这么多年合作下来，总还是有些情分的。我希望您能耐心听我把话说完。你说与不说，这个挑战我都不会接受。你必须接受。这2份，然后再加1份刺身。啊，好的。请稍等。谢谢。最近过得还好吗？还算好吧。那学长，你呢？不太好。那个瓶子还留着呢。对啊，一直留着呢。我这个人啊，
念旧。都这么多年了，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那一天你为什么没有来？而且从那天之后，你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。这7年，你去哪儿了？你生日那天，我出车祸了，那现在呢？好了吗？已经没事了。我在医院里住的时间太长了，出院的时候我妈又病倒了。为了照顾她，我只能辍学回家。那你至少应该告诉我呀，可能我还能帮上忙。而且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我还以为我死了。再后来，我就没办法开口了。为什么？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身边所有的事情都变了。我当时太小了，没有办法回应这些变故，精疲力尽。那你一定过得很辛苦。很辛苦。好了，反正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不是又回来了吗？能再见到你，真的很开心。第一，主编站在杂志社的角度，倾向于与你应战，如果不应，对你我之后的工作都不利。第二，舆论风向反常，上次魔术秀有人看出了一些蹊跷，加上你最近出镜率有些低，舆论一直在发酵，如果不应战，恐怕难以控制。第三，穆春风是新秀，势头正旺。陆先生在这行业称霸多年，恐怕早有人想要取而代之。陆先生，您觉得呢？你说有一个跟我很像的人是谁啊？他呀，他是我老板。老板，看你跟我吐槽他那些话，感觉像吐槽自己男朋友一样。啊？谁啊？陆威璇？怎么可能？你误会了，陆威璇他就是个扫把星。自从遇到他，我的人生就开启了哈尔的模式。哎，你简直想象不到，他这个人智商虽然跟普通人一样，但是情商却低得令人发指，而且浑身上下都是怪癖，脾气还十分的暴躁。就他这样，发际线迟早后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我倒想问你呢。何罪？洋洋，这么巧啊，都是你朋友。他是谁？跟你什么关系？那是我学长，拜托拜托，给你面子。就是我老板，陆威璇。在我的眼里没有敌人，也不想应战。希望您再考虑一下。何不在？
这个是我学长，一北刀。这是我老板，陆微寻。幸会。没看出来哪儿跟我像啊？像什么？学长，我改天再请你吃饭啊。咱们快回去吧，我回家还要学习呢啊。你这么着急干嘛？回家签订补充协议。又是什么不平等条约啊？合约期内不准谈恋爱，尤其不能和他人接吻。凭什么？我们两个是合作关系，我又不是签了卖身契给你，你不让我谈恋爱，耽误我的姻缘，嫁不出去怎么办？我负责。啊？你可别想太多，我可不是要娶你，但我可以给你金钱补偿。哦，在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、爱情和青春？是金钱能买到的吗？人生有那么多事情要做，为什么非得谈恋爱？哎，你是不是没有为一个女孩心动过啊？我只会为一瓶上好的红酒心动。也是，像你这种人根本不配拥有爱情，也不知道哪个女生瞎了眼瞎了心会看着你。不好意思，喜欢我的人太多了，恋爱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件 so easy 的事情，只是看我想不想而已。不像你，成天想着谈恋爱。可你既不温柔也不体贴，要颜值没颜值，要身材没身材，哪个男人敢要你？啊，你！恕我直言，您的跟踪行为已经造成非法骚扰了。这位小姐，自作多情了吧？我家也走这条路。好，你走前面。所以现在是你在非法骚扰我吗？出车！我还要再加一条。不可以不等老板单独行动。你该加强身体锻炼了。看你这么软趴趴的，风一吹就倒。我一个能打10个。你跑那么快有用吗？你知道密码？纸老虎！你们家声控灯坏了，你赶紧把它修好，省得丢你们家大别墅的脸。你住进来之前怎么没发生这么多事？喂，猪猪。米娅姐，我给你讲个大八卦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这心情啊？
哎呀，你听我说完嘛。今天啊，我在微博上认识了一个沐春风的小迷妹，她跟我说啊，其实沐春风有这种事儿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猪猪。抱歉，久等了。没关系，坐吧。我也才刚到不久，这家店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。本来就是我约你出来的，让女孩子等久了，总归不好。尝尝吧。谢谢。马鞭草、迷迭香、洋甘菊，都是安神的配方。米娅小姐，莫不是最近精神压力很大？是啊，面对一个茶还没有入口，成分就已经分析的8、9不离10的实力选手，我压力很大。米娅小姐说笑了，我的为人和某些人可不一样，难为别人，不是我的处事风格。茶不合穆先生的口味吗？听说穆先生曾经在法国留学，所以我才特地点了法国的花草茶。米娅小姐有心了。其实，花草茶的品质大同小异，只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手法泡出的茶，口感也略有不同罢了。我不太懂，这个茶差在哪儿了吗？操之过急。怎么说？水温过高会破坏茶叶中的单宁酸和咖啡碱，口感就会差很多。一盒好茶，一壶滚水摆在那儿，穆先生真的等得及吗？那是当然。我看未必吧。那个，昨晚不用感谢我。你额头上的痘马上就要爆了，这种事儿我有经验，再不处理一下，马上就会长得更多。哎，前面有个便利店，你停一下。我赶时间。没想到这么完美主义的陆微寻竟然会允许自己的脸上长痘，反正又没长在我的脸上，无所谓了。好吧，我们来换个轻松点的话题。听说穆先生在法国留学了很久，应该也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红酒的吧？我读书的时候也特别的想去学习酿酒。听米娅小姐的口气，最后应该是没能完成这个心愿吧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才特别的想见一下穆先生。那米娅小姐又是为什么放弃去法国留学呢？如此优秀的你，应该没有学校会拒绝。家庭原因。那真是遗憾。所以我特别的羡慕穆先生能有这样的机会，想必穆先生的家人应该很支持吧？也没有。那穆先生一定是抓到了什么特别的机遇。您的茶凉了，我再给您换一杯。
给你这个，拿着呀。这怎么用啊？贴上啊。往左，右，高一点，右，蹲下，你蹲下，你蹲那么低干嘛？不是你让我蹲的吗？好吧。笑什么啊？你这种人还会长痘啊？是不是晚上偷吃猪蹄了？合不嘴，我看你是想死。你好，陆先生，请问陆微寻拒绝穆春风品酒挑战事件，您怎么看？老实说，穆春风这小伙子不错，如果他能拿下这场比赛，我会考虑把旗下的玫瑰酒庄交给他来管理，我看好他。哎，这个陆先生是？我不认识。你说现在有钱人家的少爷脑子是不是有坑啊？放着好日子不过，一天的作什么幺蛾子？有什么坑？还有可能是有包呢。走。哎，今天就这样了啊，到此结束了啊，以后有机会咱找再聊，好吧？谢谢啊。你好，陆先生。你好。叫我来有什么事吗？你知道穆春风的底儿吗？以我的实力，不需要。这里你照顾一下，总裁找我说比赛的事情。好的，主编。这角儿都没请来呢，你们就着急搭戏台子唱戏啊？你知道穆春风和你父亲什么关系吗？不过是一座酒庄的关系罢了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穆春风幕后的庄家是谁？穆春风背后还有人？那当然了，这可是我今天刚挖到的大八卦。你倒是说呀，卖什么关子啊？就是，陆氏集团的总裁，玫瑰酒庄的东家，品酒专家陆微寻的爹。啊，你是说陆里农？我去，陆里农这是要大义灭亲啊！哎呦，可不是嘛，刺不刺激？那陆微寻可是凶多吉少了。哎，穆春风跟你爸。今天不止第一次见面，危险才发现后知后觉，揭开魔咒扬起新鲜，只要看见你的侧脸，一切短暂，风暴的火焰云烟，夜晚烟上黑暗，也是种体验。就让看见味道的你陪着我冒险，奇怪这种味觉代替了语言，仿佛是种信念，向着终点，我一往向前，穿越偏见，拼凑碎片，爱着你是我的习惯，我们学会勇敢，拥抱灿烂，更用力的爱，闭上眼里的味道，经历过薄荷，我看见。
天，赢得富裕的瞬间。但愿你是在迷你花园，揭开魔咒，扬起新鲜。只要看见你的侧脸，一切短暂，风暴绕过烟云烟，夜晚面向黑暗，也是种体验。就让看见味道的你陪着我冒险，奇怪这种味觉代替了语言，仿佛是种信念，向着终点，我一往向前。你的存在对我而言是阳光洒满的季节，一起学会勇敢，拥抱灿烂，更用力的爱，闭上眼让时间定格，爱的味道经过光。